王一博居然已经从西宁回北京了。要不是刷到消息，根本没人知道他这趟行程。全程捂得严严实实，连个路套影子都没露出来。粉丝们还在掰着手指头算他这2天在干嘛，结果人家早就悄无声的完成了一趟长途跋涉，又悄无声的落了地。真不愧是闷声干大事的波波，每次都是这样不声不响就给自己攒个大招。等我们回过神来，人家已经带着一身故事回来了。顺着线索摸过去，才发现周芳老师在抖音上分享了玉树拍摄回忆录，一标题写着我们杀青了，整整10天12辆越野车组成的车队，60个人的庞大摄制组，从出发到离开玉树，全程穿越了雪山之巅、无垠草原、深邃峡谷和湍急河流，天气也一点不给面子，冰雹砸过车顶，暴雨浇透帐篷，高海拔让每个人都喘着粗气，还有无数次漫长的等待，等云开，等日出，等动物出现，等光线刚好。路上爆胎是家常便饭，车辆陷进泥地动弹补的也不止一次，但最磨人的还是为了寻找雪豹的踪迹，团队一次次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，徒步走进深山里，顶着风雨站在湿冷的岩石上，在寂静到只听见自己心跳的荒野里，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命痕迹。除了自然界的壮阔与严酷，他们还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。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，最终能剪出多少惊艳的镜头固然重要，但周芳老师说，真正珍贵的收获是亲身经历过的每一刻，那些冻僵的手指、互助的呐喊、意外的惊喜，还有离别时的不舍，都成了比成片更厚重的记忆。看到这里，很难不让人合理推测，王一博这次从西宁往返，大概率就是悄悄加入了这支纪录片团队，跑去玉树参与拍摄了。毕竟时间线对得上，保密程度也对得上。他一向喜欢做这种有意义又低调的事，不宣传不预热，只用行动说话。至于到底拍了什么，什么时候能播，估计又要等他自己哪天轻描淡写的提一句，或者等片花出来，我们才能后知后觉。反正习惯了，这就是他的风格，永远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拼命，然后带着作品突然出现，给你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。拭目以待吧，这顿闷声大餐肯定值得。王一博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提前声张，却总能在大家不经意间悄悄掏出沉甸甸的惊喜，砸得人又惊又喜又心服口服。这边 China GT 参赛的消息刚刚官宣，词条瞬间霸屏热搜，阅读量一路狂飙。那边向广西默默捐款的事情还没等大家细问，他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海拔数千米的玉树，一头扎进了无人区的荒野里。听说这次拍的纪录片跟雪豹有关，同行的人里还有那位曾带他潜入深海拍摄探索心境的周芳老师。从深海到高原，从蔚蓝到洁白，王一博的探索从未止步，也从未偏离过自然与生命的主题。而说起赛车，85号赛车手的名号如今早已是声名远扬，圈内圈外无人不知。China GT 赛事，方拉特尔在接受采访时毫不讳言，直言王一博的加入极大地推动了赛事影响力的破圈，甚至让 China GT 迅速成长为 GTWC 亚洲杯不可忽视的劲敌。他特别提到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大明星加入，那就是王一博，这给赛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度和热度，也令这项锦标赛得以更加顺利的举办。从2轮摩托的风驰电掣到4轮赛场的精准走线，王一博用实打实的训练和参赛履历，证明了热爱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他不靠流量镀金，不把赛车当作人设的点缀，而是一头扎进职业车手的严苛训练中，身体力行地打破了明星玩票的偏见。他让大众真正看见了赛车运动的纯粹，那是烈日下的反复刷圈，是头盔里滴落的汗水，是速度背后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专注。顶着高温，他跑去珠海练车，赛道上的柏油被晒得发软，他照样一圈一圈的跑，不曾懈怠。结果才没过2天，赛车场官方开售门票，短半小时，2万多张票就被一抢而空。这次 China GT 正式官宣他参赛，更是瞬间引爆了赛车圈与娱乐圈的双圈层热议。85号赛车手的出卷
带来的远不止 China。GT 赛事本身被大众关注，更让赞助商蜂拥而至，商业价值与竞技热度相互加持，直接为赛事注入了一股破天的富贵。可以说，王一博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赛车圈层的热情，也让自己的事业版图在多个领域开枝散叶，蒸蒸日上。自从他频繁出现在珠海赛车场练习之后，许多人都在问王一博这几天去哪儿了，在干什么？现在答案渐渐有了眉目，他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从来都是浓墨重彩的，做轻描淡写的说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王一博的格局尤其让人佩服。一边是向广西低调捐款，不宣传不张扬，默默尽一份社会责任；另一边，他又在珠海练车结束后没几天，就迅速切换身份，奔赴玉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纪录片拍摄。周芳老师在抖音更新了玉树拍摄回忆录，记录下整整10天的艰苦历程，12辆越野车，60人团队，跨越雪山之巅、无垠草原、深邃峡谷与湍急河流，遭遇过冰雹砸顶、暴雨倾盆、高原缺氧，车辆抛锚和爆胎是家常便饭。为了寻找雪豹踪迹，摄制组一次次背负沉重的摄影设备徒步进山，在冷风与寂静中等待生命出现的瞬间。这些艰辛对普通人来说是挑战，但对王一博而言却并不陌生。他此前拍过2季《探索心境》，类似的野外环境、极限条件早已经历过太多次。他不仅不以为苦，反而每次都乐在其中，眼神里全是好奇与沉浸。说实话，我们想看的不正是这样真实而鲜活的他吗？曾经那个舞台上冷峻疏离的酷盖偶像，反而让人觉得隔着一层玻璃。而如今，他顶着一头蓬松慵懒、富有层次感的卷发，眼神柔软下来，笑起来透着一股自然的甜意，整个人多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看他赛道上风驰电掣，头盔摘下时闷出一头大汗，他只是随手抓弄几下湿润的发丝，任由它们自然风干，不经意间就呈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随性与惊艳。无论是笑容灿烂时的阳光明媚，还是侧颜凝视时的专注沉静，这头汗湿卷发都为他平添了几分独特的气质，既有少年的清爽不羁，又裹着一丝沉稳成熟的韵味。说到底，王一博从来不来虚的，他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，底色干净，端正有力。无论赛道上的速度、高原上的守护，还是公益里的沉默付出，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一步一步走得很稳也很远。